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。麦帅哥呢，今天来到了张掖的大佛寺。这个张掖大佛寺呢，是属于一个西夏国的皇家寺院，所以它的规制呢，跟那个规模啊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寺庙。这个大佛寺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室内卧佛。哦，那卧佛的中间呢，它是藏有很多经书的。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参观。好，我们走 ，Go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这个大佛寺呢，就看到这个3个牌匾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佛法无边。大家看这佛法无边呢，都觉得说哇，我们佛法好像传播的无远佛界，但其实佛法无边呢很有意思。佛在我们的佛教的语里面，其实我们有听说过皈依佛法僧，也就是皈依觉正境，所以佛其实是觉的意思。那这个法呢是法界，你只要觉悟了你内心的认知是这个世间全部都是影像，那你的心界呢就无量无边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大佛的涅槃像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经的4个阶段。那这涅槃呢，就是佛陀呢在接受众生的供养，故意把这个毒的蘑菇吃下去之后，然后实现涅槃，并以此因缘呢讲了个涅槃经。哇塞，真的是。麦帅哥看过所有的睡佛造像里面最精致、最宏大，还有最庄严的。左右2侧是优婆塞、优婆尼，然后这上面是大佛的10大弟子。麦帅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牌匾：礼佛得福报，无需奉钱物。在内地的寺庙是很难得，因为在佛法里面呢，你布施多少财物跟你能不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雕像，这个降龙罗汉，但是它的龙是飞在天空的，因为龙是皇家的象征，所以呢，其实佛法在各地传播的时候，它是不坏世俗谛的。他来到了这个皇家寺院呢，降龙罗汉呢，他也不降龙了，非常有趣。这是一个释迦牟尼佛讲经图，那这上面呢有一个入三摩地，是出自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写的，都摄6根，净念相续，入三摩地，思为第一。所以这个入三摩地呢，就是念佛要追求的一个境界。这里就是在正殿里面找到的经书啊，还是什么，全部都放到这个后面的博物馆里面。这些文物呢，都是在大佛的里面肚子里面找到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大佛的里面的木质结构，然后这里面呢，它其实是有11个房间的。就是位灭法号施能，是西夏的国师。大佛寺呢，就是由他发愿兴建的。这是个清代的18罗汉横幅，上面呢有一个人把他的这个表皮拆下来，然后里面是一个慈祥的老人，可是外面是一个凶恶的面皮，所以这就是代表不要只看他的外表，有时候只是面恶心善的人而已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是这个罗汉呢，把他的心摊出来，就是你只要有心中有佛，即为正道。找到的经书呢，就在这个刚才有博物馆的后面。好，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就看完这个大佛寺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一个塔林咖啡，来喝喝咖啡。
听说呢，这个咖啡是在这边一个很有名的网红咖啡店。这个塔林咖啡呢，还有一个可以晒太阳的中庭。好，桂花味的。刚才麦帅哥吃哦，下面的有一点那个桂花的那个颗粒哦，很有桂花味。偷得浮生半日闲。这是最张毅的老菜馆，然后在这个高铁站附近而已。我每一餐呢都尽量找到当地最好吃的餐厅，不过我还没吃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在网络上找的。好，这个就是炒波拉，炒波拉这是羊杂的意思，热的凉粉，看还在冒烟呢。这是来甘肃。我意外发现甘肃的菜其实挺好吃的，它不仅是融合了中国各地的口味，而且这个面食啊，真的也不输北方很有筋道。感觉西北菜的调味不是非常复杂，然后吃的是食材的原味。好，这个羊肉汤，哦，好清甜哦，这个汤。一般这个排骨呢，看这样子就知道好吃了。哇，好嫩哦，骨肉分明。那再讲干干的，但是其实它的水分还挺多的。肉夹馍把它摊开，其实这个肉夹馍呢，在台湾呢就叫做割包，闽南语叫做挂包。这个肉呢，它没有腌得很咸，那口味啊比较清淡一点。甜甜的，这不知道什么糖糕啊，还有糖糕，炸的，有一点甜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来到了平山湖大峡谷，这里就是它的正门了。以前呢，大家来到张掖都只知道一个七彩丹霞，但是其实这个大峡谷的风景其实也是挺好看的。然后这边它是有那个步道可以下到这个峡谷的下面的。这个风景有一点点像是这个美国的大峡谷。好，我们就来到1号观景台的终点了。好，前面就是一个情侣峰，情侣峰就在这里。对。麦帅哥刚才以为这是1号，其实我们刚才看那个情侣峰就是2号。好，那我们就往峡谷前进。现在是6月，今天是13号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5点半了，但是太阳还是很大。不过呢，其实气温还可以，体感大概只有22到25度左右，还感觉到有点凉凉的。好的，我麦帅哥刚才从这个情侣峰一直走路走到这里峡谷入口。好，这里这个地方大概走路10分钟吧，然后就从这里要下去了。哇，你看好陡哦！走，好走。麦丽，你这次又第1名了，麦丽，你挥挥手看看。给各位小伙伴看一下，那麦丽姐姐在上面。麦丽叔叔在这边。好，麦帅哥已经下到峡谷了，其实也不是很远，只是陡一点而已。峡谷的中段，现在来到一个铁扶梯。哇，这景区真的太贴心了，他怕你滑倒还做这个软软的垫子。有幼鸟有鸟，看得到吗？可以啊。是啊。
哇，这是一段很有趣的一个野外的健行之旅哎，又有一点点好玩，又有一点惊险。对，这个地方很多沙石，所以有人跌倒了，所以要很小心。不过这个景区呢，它都有应急电话。爸爸，你看这下面，哇，下面是空的耶，哇，是空的。不是，会不会脚软啊？这个有点高哎。哎，这个地方真的是来对了，好漂亮啊！而且小孩的觉得饶富趣味。你看麦莉跟麦莉姐姐跑到前面去的，一点都不会无聊。好，可以踩喽。然后许根之叔叔示范一下哦，大家看一下哦。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，每个人都安全通过了。哇哇，好窄哦！因为我们要走这个铁梯，来，麦莉，麦莉，口诀是什么？口诀你忘记了哦？先动脚，再动手。不对，麦莉姐姐口诀是什么动一点。？3点不动，1点动。哦，对对对，又忘记了。想起来了。麦莉示范怎么走？哦，不要撞到头哦。第一个进去，哎，对，铁对。换麦帅本人。帮我拍一张。哇！哦耶！上面还有吗？还有。还有哦。到了。哦，哎，这是拍我。对。这样子看也是蛮高的。对啊。好，这是第2段。哇，麦莉好快哦。像红旗一样。到了。啊！从峡谷出来之后，好，然后就是这种阶梯的路了，还好。然后从天梯上来，啊，一样是可以看到这个峡谷的全景。哦，我们是进峡谷的内部啊，它有两个地方上来。我们今天走的是天梯，那到最后面呢，它其实有个旋转的铁梯，大家很多小红书你可以看到，那边是灵芝谷。不过我建议走天梯，因为天梯真的很好玩，而且比较快。这里集合点往上呢，就只有300米了。来看，这边就是出口啦。其实呢，从1号观景台到现在看到的都是有龙会海这个景观，所以呢，如果来这个大峡谷，你不下去这个峡谷底部啊，真的是等于没来，因为所有精华的风景啊，全部在峡谷下面。但是大家看到麦帅哥爬那个天梯啊，请大家量力而为，真的可能60岁以上的人要考虑一下，还有那个还没念小学的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平山湖峡谷的夕阳美景中，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呼叫的救援过来了，所以已经到谷底了。